Hello， 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包包，使用特殊的方格针法钩织而成，粗网格和镂空的包身，使包包具有素简的文艺气息。包包提手的交叉设计，搭配如折纸般的折叠方式，无论折到哪一面都可以背起，也能随时拓展出大容量空间。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线材选用的是五股牛奶棉，钩针使用 3.0 毫米的钩针，其他工具则有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成品的完成尺寸如图，供大家参考。我们从包身的部分开始，锁边起针，基础行99个锁针，这个起针数可以是6的倍数加3。基础行结束，第一行3个锁针起立，我们将这3个锁针视为第一针长针，并且放上记号扣。接着返回，从倒数第5个锁针开始，调背后的里衫，连续98个长针，加上3锁针的起立针，一共完成99个长针。若觉得不好调里衫钩织，那么调上半针钩织长针也可以。第一行结束，第二行翻面钩织第一个方格针。第一个方格针先钩织4个锁针，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针3卷长针，并且在它的上方放上记号扣，它是一个针目，再一个锁针，这是第2个针目。接着返回，从倒数第3个锁针开始，往回操作连续3个未完成的长针。未完成的长针就是钩针挂线，穿进针目带出线来，挂线钩出2个线圈，这样是一个未完成长针。接着剩下的2个未完成长针，接着回到要钩第2行的针目，这是4锁针的所在针目，再空1针，穿进下一个针目，再挂线钩出。此时钩针上有5个线圈，我们执行挂线钩出2线圈4次，这样也会完成一个针目。因此一个方格针会包含3个针目，这是第一个方格针。接着钩织中括号里的内容3锁针，跳过3个针目，在下面的3个针目钩织一个方格针，之后的方格针都是先钩一个3卷长针。在3卷长针上会有3个这样的斜向线条，之后在钩未完成长针时，我们会挑起斜向线条的2个线圈，钩织未完成长针。在3卷长针之后1个锁针，接着依序调3卷长针的斜向2条线圈，连续3个未完成长针。再回到要钩第2行的针目，空1针，穿进下一针挂线钩出，再执行挂线钩出2线圈，一共4次，这样完成一格。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按照我的起针数，这一行会完成16格。
第2行结束。第3行翻面，这一行要钩织如同第1行的长针。我们从织物的上方来看，会有像锁针链一样的针目，每一个方格针会占据3个针目，而锁针链也会有3个针目。先3锁针起立，将它视为第1针长针，并且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辨别它是第1针。接着从下个针目开始，连续98个长针。钩长针时，我们可以挑起针目的2条线钩，包含一开始的3锁针起立针，这一行一共会有99个针目，如同我起针时的针目一样。遇到锁针链时，我们可以挑里3以及上半针这2条线圈钩织长针。我们可以按照后续的文字解，重复钩织第2行与第3行，直到第8行。重复钩织到第8行时，在第8行之后，我们要延伸这个织片，对称着纵向的格数，我们再继续往下钩织24个锁针。第8行继续24个锁针之后结束。第9行是长针行，同样3锁针起立，视为第1针长针，并且放上记号扣。再返回从倒数第5个锁针开始，挑背后的里3钩织，连续23个长针。所延伸的锁针链钩完，加上3锁针起立针，这一端延伸了24个长针。后续接着的是方格针花样，连续99个长针。所有的针目钩完，接着又对称着这一行的一开始，这里也要延伸24个针目。我们会以钩织基础长针的方法来延伸。钩针挂线，穿进长针底部的针目，再挂线钩出，再次挂线钩出1个线圈，接着再次挂线钩出2个线圈2次，这样完成一个基础长针，也就是延伸了1个长针。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钩织24个基础长针，延伸了24个针目。第9行包含起立针，一共完成了147个长针。第9行结束，下一行翻面。我们就这147个针目继续往上往返钩织，重复以下第10行跟第11行的文字解，直到第41行。依照这147个针目，方格针行会有24格。第41行结束，引拔断线。第42行，我们将织物翻面，可以往左数第4个格子，在第5个方格针上，也就是第24个针目，重新引线。第42行会是方格针行，因此引线之后4个锁针起立，视为1针3卷长针，钩织方格针。我们可以按后续的文字解钩织，重复第42行跟第43行，直到第49行。
这一段的钩织会对称着第1行到第8行，使织片成为一个像十字的形状。第49行结束，引拔断线。若是觉得织物会倾斜，我们可以以低温熨烫的方式将织物熨烫平整。接着我们将钩织结束时所面对的这一面视为正面，将每一边的长边对折，使正面朝外，再以卷线缝的方式缝合。缝合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每个边以一样的方式缝合，一共有4个边，最后包身就会成为一个折纸的样子。接着我们为它钩织提手，我们将包身平放，带口右前方的这个角与左后方的角一起钩一个提手，而左前方的角与右后方的角再一起钩另外一个提手。我们先从右前角重新引线，引线之后一个锁针固定，提手的第1行100个锁针，而我们在第41与第60个锁针上各放一个记号扣，记号扣之间会钩织短针，一共20个短针。100个锁针结束，引拔在带口的另一个斜对角。接着第2行再往回钩40个锁针，在40个锁针之后跳过上一行的40个锁针，会遇到上一行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从这个针目开始连续20个短针，第2行可以调锁针链的里3钩织。连续20个短针钩完，接着又连续40个锁针，又回到右前方的斜对角引拔，这样这个提手也会有镂空的样子。我们会在这2个角之间往返钩织，直到第6行。第6行结束，断线，将起始与结束时的线头打个结并藏好。这样一个提手完成，在剩下的2个斜对角钩织另一个提手，2个提手会呈现交叉，这样无论包包翻折到哪一面，提手都可以使用。这样这个大容量的粗网格包包就完成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